何况他的积极不这个对决重点。KO， 非常好，打了，终于抓到重点了啊！19岁山东小伙踢飞29胜的老外疼得跪在地上，龇牙咧嘴，无法动弹，牙套都吐了出来，甚至连腿上的毛细血管都被踢爆了，现场简直惨不忍睹。这位山东小伙就是有着中华腿王称号的孔令峰。年少成名的孔令峰曾获得过全国青少年散打亚军，还曾参加全国自由搏击荣获亚军头衔。身为散打出身的孔令峰拳法出众，尤其是腿法上的修行和威力早就超越了许多同龄人，要不然怎么会被冠以腿王称号？19岁的孔令峰职业战绩为10胜1负3次 KO， 是国内70公斤级最被人看好的选手之一。这次孔令峰的对手同样是19岁的年龄，不过他的比赛经验也胜场远远多出孔令峰1倍之多。他就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曼苏贝克，职业战绩29胜3负。曼苏贝克年仅19岁就拥有如此豪华的战绩，许多外国前辈都称他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希望。此战曼苏贝克信心十足，势必要在中国擂台击败孔令峰，以此来稳固自己的30连胜的战绩。数据显示孔令峰178公分，曼苏贝克是176公分，但是双方一碰面怎么这么不对劲？明显曼苏贝克要高于孔令峰，不过身高并不影响比赛进度。话就不多说了，比赛马上开始，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一走上擂台，双方的身高差距尤为明显，不过孔令峰丝毫不惧，管你高出1个头或者半个头，碰上腿王必须老老实实的躺下。孔令峰的低扫威力十足，直接就将曼苏贝克撂翻在地。孔令峰的出腿出拳又快又狠，从不犹豫，碰见对方的破绽就是一顿猛攻，身高优劣差也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了。去年的一个沙滩的一个泰拳赛亚洲杯，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身手究竟如何。好，一个箍颈，好，这个部分啊会被裁判警告。就是可以拉着颈子做一次吸击，但是可能不能长时间的抱住对方的。因为对那南方选手啊，这高臂展都比较占优势所以在近身的时候啊，孔令峰要特别小心孔令峰的头啊已经中了好几次的刺拳。对，南方选手用这个刺拳来控制他的距离是非常合适的，他身高明显比长。对，不是刺拳就是正针。对，而且呢，所以孔令峰要学会打进入内围。孔令峰时刻逼近曼苏贝克内围，试图利用凶猛的攻势给对方施压。不过曼苏贝克也不会坐以待毙，一记转身边拳精准地抡到了孔令峰头部。孔令峰赶紧后撤缓一缓。台下的教练团队提醒多用低扫攻击对手下盘，孔令峰也在努力寻找施展低扫腿的机会，毕竟个子越高下盘就越薄弱。目前的南方选手啊，在做缠抱，但是没有进行吸击。南方的这个拳法不错，对，特别是牵手刺拳，是，这是他吃饭的家伙啊，用来保护自己的。好，一个吸击。这个选手不太好打，是，来自乌兹别克的，他是他们泰拳的一个代表。孔令峰，好，这个打到，对，打穿了，可以要接的，对，有机会要接的，不要放。孔令峰打得依旧很凶猛，不过曼苏贝克的箍颈行为有点耍赖的嫌疑，只要孔令峰有进攻的动向，曼苏贝克就赶紧搂抱施展箍颈或者消极打法。此时的孔令峰也颇感无奈，再加上身高问题导致中远距离自己不占据优势，不得已的孔令峰只能频繁猛攻到内围对拼打出优势。把分出，对，这样不让他近身。对，如果孔令峰再接不住的话，那应该就拨掉，让对方失去重心。是不是也可以试着用边腿攻击一下对方身腿，看看对方下盘稳不稳？是有机会哦。好，那刚刚孔令峰啊没有做一个上勾拳，比较可惜。对，好，现在进去会比较危险，就单纯的进去太危险了对方只要膝盖一顶，就可能会顶到你的脸对，他们身高差的有点多。是，对，好，这个角度就不对了背向对手。这个对方好像已经是专门训练过的。你看对方如果是接了腿以后，他开始转身。是，一个是用规则保护自己，就是我背对你，你不能打我。然后呢，突然看你没动作，我又给转身边拳又跑出来了。转身边拳是比较这个。比赛来到第2回合，曼苏贝克开始发挥臂展上的优势，连续的刺拳打出都精准的命中孔令峰头部。从表现来看，孔令峰不打算就此后退，反而迎难而上，试图在内围压制曼苏贝克。曼苏贝克的反抗也很激烈，
只要进入到搂抱范围就赶紧搂抱。不得不说，曼苏贝克的这种打法的确有点恶心人。注意到了对方的刺拳，一伸就打到了，已经被打到好几下了啊。对，对方的刺拳非常准。对，因为孔令峰的头都没有动啊，所以很好瞄准，很好瞄准。对，而且他这个拿这个防守位置是可以被打穿的。是的。刚刚那个有讲啊，头部的你抗击打能力再强啊，不如你把防守做好啊，没必要拿你自己的这个头去拼啊。对，那现在是拿头去拼啊，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下。这样的拼是比较吃力的一个地方哦。这个低憋腿，哇，对，接着试一试，我觉得接着试试打对方支撑。哎呦，差点气急上头啊，差一点点了啊，要小心。孔令峰在内围对拼优势逐渐呈现了出来，每挥出5拳，曼苏贝克只能打出3拳，臂展优势到内围却成为了累赘。就算曼苏贝克手再长，也改变不了收拳慢的事实。曼苏贝克在内围吃到了许多重拳。孔令峰也在慢慢扩大自身的优势，3次的尝试了。是，所以他背对你的时候，你要抱紧他不要留在他有活动的空间。对，我觉得年轻选手特别要学习就是战机的把握。甚至有些选手会马后踢那也是要小心的，不是被憋拳打到，就是被后腿踢到啊。又要来，你看差一点点，你看所以不能离他的背后太远，抓住机会可以先打伏后打头。孔令峰的猛攻就在自己眼前，曼苏贝克表现得很是被动，面对对手的攻击根本无法逃避，只能搂抱缓解攻击。手臂太长，曼苏贝克限制孔令峰进攻也很容易，稍微伸胳膊就能将孔令峰暂时逼退。不过这也只是望梅止渴，根本做不到长期有效的阻挡孔令峰的进攻步伐。此刻孔令峰心中就铭记一个想法，就是在内围用攻势压制曼苏贝克。是这样。到裆了，踢到裆。好像这个孔令峰还没回过神来啊。那这个萨桑裁判已经叫他们开始比赛了。已经到了角落。好，一样到了角落。南方选手先吃他一腿，然后就补上2拳。对，目前为止南方选手都是用直拳。要小心这接整个把对方都拉进来之后再撞上去，这是非常重的。对，这个南方选手现在不好打，孔令峰必须有更合适的战术。你看他用这个前手的刺拳控制距离，用正蹬腿他就不容易打进去。进去了以后他就用膝撞他。对，抱着紧着然后撞他，很不容易打进去。如果真的打进去，他都背对你。对，然后实在不行了背对你，背对你也不能打。好，第二局比赛来到第3回合，孔令峰率先低扫腿攻击，曼苏贝克则孤颈施展凶狠的顶膝，双方打起来谁都不服谁。不过曼苏贝克的这种打法有点耍赖了，孤颈限制孔令峰的行动，再接上威力很大的顶膝击腹，很容易出现违规打法。腿比较细长对，比较撑不住很重力道的一个踢击。哎呦，怎么每次都被踢中的感觉？又到了角落，要接着打，这个不能残暴，这个。好，我们这边从这边看了这个南方选手大腿，曼苏贝克怎么能这么无赖？打比赛不好好打比赛，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消极违规操作。只要孔令峰冲到面前，那必定是一顿爱的抱抱少不了。旁边的裁判终于看不下去了，直接从屁股兜里掏出了一张闪闪发光的黄牌警告。按理说这张金色传说早就该在第2回合出现，要不是裁判看对方是老外多包容一点，早就进行警告扣分了。一味的包容换来的却是曼苏贝克的变本加厉。这下好了，打不过不丢人，在擂台耍阴招被警告才最丢人。南方的前腿已经淤血了，孔令峰要注意一下，可以再多踢几下。对，会非常痛的。是，然后到近身的时候应该赶快把对方甩掉不然你给对方时间就是做细击对，而且你没有进攻动作，这个时候是很被动的。孔令峰也终于看到了希望，照着曼苏贝克的小腿开始低扫输出，连续3腿就将曼苏贝克支撑腿踢断了。跪在地上的曼苏贝克疼得满目狰狞，怀疑人生。早在之前孔令峰就时不时地吐了出来，因为他很痛只不过在第3回合才终于找到机会补上了最后3球，叠加的伤害同时在最后时刻炸裂开。恭喜
刚才我的建议看来还是挺有远对，见的。你在背对我嘛，我不能打你头，但是我踢你脚总可以吧？啊，你背对我，终于啊，这招被我破解了啊。对，哎呀，这个南方选手啊，很痛啊，直接打头部，其实他确实不容易赢的。对，而且打头部他背对你就被犯规了啊，这个脚的膝盖韧带这边啊已经击到受伤了。对，那这个孔令锋啊，这个击的位置啊也是够准的啊。其实坚持踢那同一个部位。对，那个是韧带的地方啊，撑不住啊，从后面踢下去。郑大玉跟孔令锋说：“你打得对，打得好。”但是要跟他质疑一下，这个腿部确实是支撑不住了。对，而且要说我是故意的，他真的不是是对准的那个部位，太痛了啊。最后公布比赛结果，孔令锋 KO 曼苏贝克赢下最终胜利。大家喜欢孔令锋这位选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有喜欢拳击的各位老铁，麻烦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